谁这个时候来电话？哎，你骗我！我看到了。我真的扔了。上楼。 你到底怎么了嘛？我回来你不高兴啊？程阳邀请你回来当他助理，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我想我们两个以后在一个公司上班，不是挺好的吗？你不想啊？可是你的身份不一样啊。有什么不一样啊？你是我女朋友啊。 是你女朋友就不可以到明远上班吗？而且我也只是她的临时助理，等假期结束之后，我就要回巴黎上课了。首先，咱们俩在公司里必须要天天见面，对不对？公司里面明文规定，内部员工不可以公开谈恋爱。你是想让我以身作则，破掉了这个规矩吗？我本来答应他做他助理，悄悄回国是想给你个惊喜，没想到现在变成惊吓了。我想想办法吧。但是以后再有什么事情，你先跟我商量一下。那要不我和他说，我要不在家办公，要不让他换一个？不用了，我想办法。对不起啊。好了，别不开心了。我只是觉得自己很不懂事了，给你添麻烦。我这不也没说什么，别生气了。我没生气，没生气，你在干嘛呢？在思考。思考什么呀？太想我了。我回家了。哎，我都哄不好你，你回家谁能哄好你啊？我不用谁哄。干嘛？你刚回国第一个晚上，你怎么能回家呢？你知道为什么你刚刚回来我就带你来这家店吃饭吗？为什么？你知不知道我小的时候啊，每当我考试成绩特别优异，或者是被老师骂，心情不好，我都会让我妈带我来这个地方吃饭。虽然这地方的面很贵啊，所以呢，这里它记载了我一路成长的所有的开心与不快乐。我是想在未来的路上，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分享我的所有开心与不快。你愿意吗？怎么这么勉强？愿意。你愿意做什么呀？吃饭。菜单呢？这儿，蟹肉肉、蟹黄金、蟹太极未上市，所以你的选择呢只有2个。然后这2个里边呢，蟹肉肉好像听老板说今天卖光了360。那么贵？你有钱，你请我？那走吧。
可是总啊，哎，面来喽！这是老板。看怎么样？哇，哇，这吧，女朋友啊，不错啊。既然女朋友都来了，喝点小酒助助兴，可以吗？一点点。等着啊。好香啊！看，既然今天我女朋友都来了，要不然坐下来咱们一起喝一杯。你们年轻人的事儿我就不掺和了啊。来，慢慢喝啊。好嘞，谢谢。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说我棒，说我优秀。他的意思是说，你找了一个非常优秀的男人。他说你很有眼光，因为你找到了我。找到了一个这么胖胖的你啊！哎，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要诚实的回答我，好，问吧。就像夏总监说的那个样子，你在公司碰到我，真的会尴尬吗？分情况吧。比如说，有的时候呢，会有那么一点为难。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就去跟陈阳说，我以后在家里办公。这段时间我也有好好的想一下，其实咱们都有自己的工作，我不应该轻视你的梦想，所以呢，很开心我们两个可以继续做同事。这样的话，我是不是该谢谢唐总啊？怎么谢啊？又来？谁这个时候来电话？你骗我！我看到了。我真的扔了。那你把手伸出来。你看，万一很重要呢？我谈恋爱的时候，谁都不能打扰我。你回来啦！哎，我说你怎么不早说，我去接你啊。我告诉你，你让你男朋友开车去接我啊？你都看到了？这是是上次我在腊人坊见到的那个男生吗？嗯。莫非你这次回国就是为了跟他见面啊？当然不是，我这是刚好放假回来帮朋友的忙。那你准备什么时候让妈妈见见他？这问题啊，但我要先问一下他，你也知道的。喂，他挺忙的呢。好了好了好了，我不听你了啊！来跟妈妈讲讲在巴黎的学习、工作、生活吧。挺好的，老师对我设计的作品啊，都评价特别高。哇哦，那说明我女儿不仅审美力超高，而且还很用功哦。但其实我之前设计的时候，总觉没有什么灵魂，什么人都可以穿。直到我更多的接触了中国的传统工艺和文化之后，我就发现我好像慢慢找到了一点方向。而且我的老师也很鼓励，让我用一些中国工艺去完成我的作品。如果你感觉你在设计上面有更大的发挥空间，那么就努力去做，实现它。
虽然国外对于我们传统的中国风接受度有限，但是现在大环境好啊，你要多认识一些其他国家的设计师，这样对你以后大开眼界大有帮助。妈，你一开始叫我出国留学的时候，我就觉得可去可不去，反正总是要回来的。可这次去了之后，发现不管是在生活上还是学业上，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扛不住了。但只要咬咬牙扛过去的时候，就特有成就感。学会协调好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难道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吗？说的也是啊。好不好看？好看，真好看。哎，可香了。你看了吗？哦，真是的，要么不回来，回来就抱着书看，也不理人，猪猪都不愿意跟你待在一起。财经信息还是要了解的。你在公司了解去，回到家，你能跟我说会儿话不？等啊。别看了，哦，哎，咱们聊聊天。好。你想说什么？我听着。明轩的事情，你真的得上心。你没发现雪玲最近一段时间都没来我家，他们之间肯定发生什么事情了，你一点都不关心啊？这个红娘牵线不是硬牵的。雪玲多好啊，人又漂亮又有才华，他要是娶了雪玲啊，他就幸福去吧，又能帮他打理公司，又能帮他照顾家庭，而且门当户对这件事是很重要的，还是雪玲。哎，米轩，啊妈，正好你过来，你妈有事情要问你，你自己问，自己问。天天对我那么好奇，又想问什么呀？你是我儿子，我当然好奇了。你不是有女朋友了吗？你是不是应该安排一个时间让我们见见啊？以后你们俩真的好了，我们跟他父母也要见见面呢。哎呀妈呀，我这人谈恋爱呢，其实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我们也没有条条框框，但是门当户对那是最基本的。你说这世间的感情有几个能够像你和我爸这样遇到门当户对又这么幸福的，对不对？我也得靠缘分，是吧？有感觉有缘分，那是不会长久的。只有门当户对，才有和好的婚姻。你相信妈妈？妈，是这样，就是我觉得现在还不是一个特别适合的时间。到了适当的时候，我会把莫非带回来，让你和我爸帮我把下关，好不好？真的是那个莫非呀？雪玲跟我说，我还不相信。莫非我见过，来过我们家。哦，他不行。如果你找一个跟雪玲旗鼓相当的，我可以理解，也可以接受。但是如果是他，不行，因为差得太远。你笑什么？不是，你对人家根本就不了解，你为什么下这个定论啊？我不用了解，我看他那样就知道，凭他的家庭，单亲家庭出来的孩子。哎，行了妈，我现在跟你工作了一天，我觉得脑子有点不转了，我不跟你聊了啊。爸，去休息吧。走了妈啊。你就敷衍我吧。拜拜，老爹老妈。你不听晚安我的话，你会后悔的。哎，你刚才说那个莫非你见过？见过，来过我家。雪玲谁长得好看？小小的一个，就是没雪玲好。下次带到家里边，我也想见见。你会后悔的。啊，当然了，儿子喜欢谁，我就喜欢谁。你站在他那边呗。他话还没插完呢。你看你的书吧。莫非你留一下。莫非，你是不是觉得有唐总给你撑腰，你就可以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夏总监，您严重了，我什么时候不把您放眼里了？你刚刚是什么语气？正常的语气，正常的态度啊。你作为一个临时助理，你有什么资格提出意见啊？我认为只要是明远的员工提出为公司好的建议，都是可以的。当然了，您可以不采用。
我需要你来指导我怎么样工作吗？那我不敢。你不敢？我看你都快顶替我的位置了，怎么了？你还真把自己当老板娘了？夏总监，我们现在说的是工作上的事情，你不要总是拿私事来说事，我觉得你很不专业。你不要太过分了。我过分？我才是那个一直被针对的人吧？对，我就是要针对你。你现在给我去收拾东西，去财务那边领账，马上给我走人。是这样的，我是陈阳找过来的助理，如果您想开除我，请您让他来通知我。那我先去处理了。嗯。唐总，我要求开除莫非。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我怀疑莫非是商业间谍，他在巴黎跟方笑瑜是邻居吧？据我了解，他们并不是普通的邻居，关系非常密切。明轩，莫非是你的女朋友吧？如果他跟除了你之外的男性保持密切的联系，排除他脚踏两只船，那我请问，他们关系那么好，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是不是可以合理的怀疑他是商业间谍？更何况，你没看到他刚才的态度，他并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也只有你把他当作是单纯懵懂的小姑娘。雪玲，你现在要跟我聊的是私人感情呢，还是工作呢？明轩，我相信我对莫非的人品是有自己的判断的。你消消气儿，坐下来。我现在就问你一件事情：我作为明眼集团的设计总监，我有没有权利开除一个临时助理？我跟你说，不止你没有，我都没有。他是程阳请过来的助理，公司有规定，他可以自由选择助手。如果你说非要开除莫非的话，那恐怕咱们公司上下只有他有这个权利。好，我现在就去找程阳。开除莫非？为什么？因为在我看来，莫非的资历和经验都不足以担任你的助手，而且他和唐总的特殊关系，还有就是他跟凯曼的设计师方笑瑜来往过密，所以我认为他不可以继续留在设计部。夏总监，我非常尊重您的意见，您是不是也听听我的想法？莫非是我招来的助理，他现在在公司的职位也仅仅是设计师助理，以他的职位，应该不会对公司造成什么影响吧？至于您所说的特殊关系、来往过密，这应该都是私人情况，私人情况不用跟领导汇报吧？程设计师，你是不是忘了你的领导是谁啊？夏总监，您给的意见，恕我无法接受。如果我一定要开除他呢？如果你执意要开除他，那我跟他一起走。哎，注意分寸啊！首先，这个事情呢，我不会插手，但是我希望你们可以公平对待。好，你们都是一伙的，那我走，我走行了吧？哎，耍小孩脾气啊！都听见了。谢谢你相信我。啊，我们吃饭去吧。以后在公司我们还是少谈私事，省得被别人抓住把柄。
那我自己一个人去吃饭了。我开始答应陈阳做助理的时候，觉得挺新鲜的。我最初就觉得当助理也没有什么难的，每天就和设计师在一起做设计，挺好玩的。可是这2年发生的一些事情，让我忽然意识到，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是简单容易的。或许佳琪她说的对，职场真的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在职场不仅要做设计，还要和各式各样的人来打交道。可能是我做错了吧。除了我自己的情感以外，我应该多为其他人考虑着想。我应该多为你考虑的。小陈。大队，请坐吧。学亮，可以开始了。今天我们的会议内容主要就是讨论幻彩云园大秀的设计。公司上下对这次大秀非常重视，所以希望大家都能投入所有的心力。现在我们这边分别有程阳的水色跟刘培的丹霞这2份设计。那就先由刘培老师介绍一下你们所设计的丹霞系列。我们组在经过讨论之后，决定以丹霞地貌为理念，以此来做设计主题。大家请看，丹霞地貌拥有高耸的山峰和幽深的峡谷，最具代表性的则是有着丰富色彩层次的红色陡崖。所以我们在色彩设计这方面是从丹霞地貌中赋予我们的灵感。服饰从整体的轮廓是西式的剪裁，用建筑感的风格去展现丹霞这种雄浑的山貌形态。然后我们会拼接各种红色来展现整体的服饰的层次感，以体现丹霞这种华丽的色彩奇观。在此基础上，我们还用苏绣绣上湖泊和河流来作为美丽的点缀。陈瑶，你们组进行的怎么样了？好，我们组这一次的设计主题名为“水色”。我希望大家看到这个名字，就能联想到中国的古典元素。水色的核心设计主题是中国画的一种技法——泼墨。我们会用多次浸染和泼墨，像画画一样来制作我们的布料。我希望我们呈现出来的布料涂出云雾，染成风雨，应心随意，宛如神巧。那轮形和剪裁方面呢？你们怎么考虑的？剪裁方面，我们想参考中国古典的深衣作为灵感来源。深衣会不会显得有点厚重啊？这一点我们考虑过了，我们保留深衣的一部分特点，兼顾现代人的穿衣习惯，既有古典的韵味，又能展现现代女性那种
曼妙的身材，同时做到减龄和轻盈。今天呢，2个组的介绍都非常的精彩。通过今天早上之后，我对于咱们的幻彩云烟的发布会呢，就更加的有信心了。我希望大家从现在开始齐心协力，大家一起把明远时尚带到一个更好的舞台上。谢谢你们。明轩，你这次倒是很公平啊，没有偏袒莫非。你应该知道，我这个人做事呢，一向是公平公正的，我不会偏袒任何人。我承认，程阳的作品确实很吸引人，但是综合考虑，我还是相信刘培的作品更有市场前景。雪亮，程阳他是一个个人风格感很强的设计师，我希望你可以给他足够的空间。你这话的意思是，我给他的空间还不够吗？因为我看重的是他的能力和才华。我希望你可以放下成见，好好的跟他合作。你太小看我了，明轩。我不是看不到程阳的才华，也不是不承认新人的能力。我所提出的建议都是出于工作的角度。职务内的事情我会做好，不用你提醒。